彩虹哎！现在是早上的9点半，我们已经来到大瀑布的附近了。其实今天比我们出发的时间要晚了1个小时，希望到时候排队的时候不要排太久吧。其实我们今天虽然到的比较晚，但也没有太多的排队的人，所以其实还好。因为是第一次来尼亚加拉大瀑布，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，就是先跑去了河边看风景。我们来的时候就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朵云，然后到了才发现，哎，原来这个云就是这个瀑布造成的。结果回来排队时才发现，哎，怎么10分钟的时间队伍已经这么长了？所以提醒大家，第一次来的时候千万别急着往瀑布边上跑，其实里面的观景台视野会更好，也更开阔。现在我们的票已经买好了，马上就去登船了。尼亚加拉瀑布是世界3大瀑布之一，由3部分组成，它们分别是最远处也是最大最壮观的马蹄瀑布，然后我们左手边的美国瀑布，还有中间非常小巧精致的新娘瀑布。这3座瀑布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说的尼亚加拉大瀑布，它横跨美国纽约州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，所以你看到河对岸的那些高楼大厦其实都是在加拿大。我们现在来体验的项目叫做 Made of the Mist， 乘坐这艘雾中少女号游船就可以一路开到瀑布的正下方。有意思的是，美国这边的游客穿的是蓝色雨衣，加拿大那边穿的是红色雨衣。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起了《黑客帝国》里的红色药丸和蓝色药丸。离这里不远还有一座跨境彩虹桥，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直接走过去，到加拿大那边看一看风景，视野会更好一些。那当然，如果只是坐船的话，其实两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。发了一个雨衣。这一艘船我没有赶上，然后我们现在在等下一艘。我们是下一艘船的，就是第一批乘客。那我们就在这儿了。现在我们就是在甲板的第1排的位置，可以装好多人。干嘛呀？还挺快的感觉。我靠，那里怎么有人啊？是哎。哦，难道说那就是什么？我们待会儿要去那个点吗？哪里有人啊？那边有一个观景台。有人啊！黄色的。对。你看我们要过去还是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赶紧冲吧！感觉有点害怕了。妈呀！天哪！我就不拍了，我怕我把手机扔了。一会儿你拍了，你发群里。哇哦！船在马蹄瀑布的下方停了好一会儿，迎着瀑布倾泻而下的巨大水汽，仿佛置身于暴风雨中的世界末日，既紧张又刺激。不过事实上，船停的位置很安全，并不会像想象中那样的危险。我袖子里全是水。彩虹，不知道能不能拍出来。好像还可以。哇，是的。坐完船，我们沿着原路返回，又坐电梯回到了观景台。美国瀑布这个下面其实原本有一条小路的，不过现在已经被封了起来。那来都来了，总得来商店逛一逛，买一买纪念品吧。看看这里都有些啥？这个小鸭穿着这个雨衣，这里有一些冰箱贴，但是太丑了呀。这个小船挺有意思的，还有一个冰箱贴，这个质感感觉也不错。
现在我们去下一个项目，它是在一个小岛上，需要沿着美国瀑布的上游往上走，穿过这座桥。看到瀑布上游奔腾的流水，你可能也和我有一样的疑问：这么急的水，难道就没人掉下去过吗？哎，还真有，而且很多是自愿挑战的。1829年，第一个跳瀑布的人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之后就不断有人效仿。从1901年到1995年，总共有15个人尝试穿越瀑布，最终只有10个人活了下来。竟然小车！感觉好像就在这儿了，因为这里太多人了。这个项目叫做 Cave of the Winds 风之洞，是一条人工修建的木栈道。因为承载力有限，所以每次进入的人数都被严格限制。好，现在票我们已经买好了，但是买到的是4点40的票，还很长时间，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去先吃个午饭。现在我们是要从这个 Goat Island 回到这个瀑布那边，去那边吃午饭。不知道大家在旅行中最期待的事是什么？对我来说，在路上遇到各种街头艺人和乐队肯定算一个。感觉每一次听到现场的这些音乐，就又把我带回到当下的记忆里。Soul to soul, heart to heart, cheek to cheek. Come on, baby, give me a kiss that'll last all week. Thought of you leaving again brings me down.Promise of your sweet love brings me around. Gonna be a long Monday, sitting all alone on a mountain by a river that has no end. Gonna be a long Monday, stuck like the tick of a clock. Come on, wild. 因为我们时间还很充裕，那现在来马蹄瀑布的观景台看一看。现在我身后的大瀑布就是尼亚加拉大瀑布。我们之前乘坐雾中少女号来到的就是这个瀑布下游的最中心，也就是那个迷雾的最中心。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是因为它是一个弯曲的马蹄形状。马蹄瀑布宽670米，落差57米，是尼亚加拉瀑布水量最大的瀑布，超过90%的水都是从这里流下去的。迷雾少女号会先经过美国瀑布和新娘瀑布，然后来到马蹄瀑布，在这里停留一会儿。从这个观景台看过去，总感觉船随时都要被吹翻，非常的刺激。现在终于轮到我们进场了，景点果然都是一样的，先是拍照，然后最后在出口再卖照片。怎么像一个博物馆一样？对啊，不太对吧？看电影啊！现在我们需要在这看一个电影。这里是一个剧场。Is 1869, and the beauty of Niagara Falls has been overwhelmed by crass commercialism and bleak industry. 这个短片讲了尼亚加拉州立公园的历史，讲到这里曾经尝试过水力发电，但是后来为了保护自然景观就停止了。整个流程感觉就像在迪士尼排队一样，看电影、过隧道。那现在终于拿到了我们的小黄人羽翼。我们从左边进去，这我到时候还能拍吗？这拍不了就凑合看吧。冒着雨拍一下这个彩虹，太漂亮了，好完整的彩虹啊！所以我们就从那边一直走。
到这儿，这里是一个风暴最强的位置，然后再下来。好，这个项目就这样结束了。感觉这个商店的冰箱贴好看哎，你看，多少钱？6.9块，便宜些还。这家店的东西质感感觉就要好很多了。看一下这个明信片，白天的样子，晚上的样子，白天，晚上，白天。而且它的冰箱贴也很好看，看一下这个，这是一个彩虹，没错，就是 Made in China， 10块钱，买一个这个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尼亚加拉大瀑布之旅就到这里要结束了。主要是因为我手机现在马上就要没电了，那大家下一次再见。